见，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三的。是，我们未来银行呢经过很多现金，希望各位用智慧来提款。不过今天大家都有钱的要命，还要来提款，钱滚钱啊！财经精英来抢钱。对啊，我们这个财经精英首先介绍李嘉玲，你好。我好 ，Hello， 大家好。她是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现任新闻的主播，非常漂亮的一个主播。你来谈一谈最近的效益是？因为我其实原本是在财经台当主播，然后现在的话是以播国际新闻为主。但是因为其实最近的 AI 很夯，就包含之前就是黄仁勋啊、苏姿丰都来到台湾嘛，所以就是等于说，其实 AI 的热潮我们这也播到蛮多的，然后甚至台股就是一直屡创新高。可是他播黄仁勋效应，并不一定说 AI， 他可能去介绍他去哪个餐厅吃饭啊。对，有很多编辑的观光什么也会带起来。我第一次看到，那家他怎么会去吃这个馆子吃饭？我们也想去。他怎么说那家猪脚好吃？我们也想去。对，而且还有说没有很贵。对。然后他买单，然后什么都有。就是因为没有贵，他没有很贵，他才买单嘛。不一定。对，所以这个播的新闻有多种不同的面貌。是的，欢迎。接下来介绍陈瑞珠，你好。你好，大家好，是辅大法研所，是专门人资劳动法律专家。哦，你是打的是？没有，我是读法律的，我不是律师。那时候考试生病了。可是现在一般人常常说，我们政府是保育劳工、保育那个外劳或劳工的呢。现在这个劳工法国际这个是普世的价值啦，就是说保护劳工基本上都是每个国家的基本的政策。是。那到我们台湾啊也是一样。现在比如说我们在求职方面啦，以前啊，这个新鲜人他去那个求职，可能他的理想是能够找到一个3万块工作，结果去了才变2万5，好比这样。所以我们在就业服务法里面呢就有修订，这个你要应征人的话，薪资在4万以下要揭露。那这个的意思当然就是说呢，不要让大家浪费时间。那企业可以这个找到适当的人，那求职的人呢，他也可以找到他理想的工作。你的意思说，求职人要写他的薪水要写出来这样？因为以前我们在那个求职不都有说什么面议啊、面谈？那如果说你要找一个人，假设你要找一个资深会计。那你如果没有薪水在4万以上的话，你就要揭露说，我是要3万5或3万8之间。那也就是说，现在写面议的人就是4万以上喽。对。如果我们的求职企业他发布这个人事的应征呢，他如果写面议，那就肯定一定是4万以上。像我对我的员工都很好，有时候开车，他都专门是开车嘛，有时候1个礼拜我开3天，他开3天。对哦，你还载他去地方啊？对，载他去拿车干嘛？因为我怕他告我。接下来接的是我们的冯志远，你好。大家好。总监好。大家好。政大风保系硕士，什么叫风保？风险管理与保险。对，就是说现在保险呢是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有买保单嘛。那尤其是7月1号之后呢，这个实支实付的部分呢，未来只能够选新的保单呢，只能选1张理赔。所以这保险的部分呢，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一个重要。所以现在也可以说是保险业不好卖。但是也可以说它有好卖的地方。其实保险也很多保单，譬如说像最近投资市场很热，也有所谓的投资型保单。所以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怎么样去投资股票，他也不知道像瓜哥这么买。我每次听行长讲一堆我都听不懂，那我该怎么理财？现在保险业根本不在卖保险了，他有卖其他的很多基金，还储蓄险一大堆的。对，基金很好啊，因为基金我自己就是在研究基金的。那么基金呢，其实有很多小朋友都问我说，我买不起辉达，买不起台积电怎么办？没关系，你可以透过基金。为什么？因为你买基金的话，可以3000块、5000块，你就可以投资了。因为那个基金里包含辉达这些，因为它等于是集合大家的钱，优点啊，对，集合大家的钱，然后让专业的基金经理人帮你去操作。所以呢，不用准备那么多钱，比如说台积电900多块，或者是像嘉玲讲的，其实。你去研究黄仁勋的那个美食地图不会赚钱，要研究他演讲的时候后面的那些公司有没有 Computex 就大涨，对，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他现在都已经拆成10股了，现在好大家都开始进场。对，你1300我怎么买得起？可是1股120的时候还很多便宜了，而且每股的话是1股1股就可以买。来，接下来介绍是胡硕宇，你好。你好。对，大家好。政治大学经营管理学的 EMBA， 那目前是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我们人生的3师一定要有的，律师，然后呢医师，
那所长的也针对节税写了一本书，对，是吧？我有出一本新书，这本书其实4年前就出了啊，已经修订了4版。哇，我觉得这本书厉害谁买最多，你知道吗？谁？国税局。听说税务，因为我常去税务那个国税局轮值当志工，是。听说他们的确有人买我书。国税局一定要买他书才能破局啊！对对啊，你有新的方法，我要想办法弄死你们啊，对不对？而且很有趣，本来以为这种书应该是有钱人，像行长、乡里这样子会想买的，但是我们发现出版社回报说，大家小资族大家都想买，很奇怪。对啊，谁不想节税呢？不是我们不想买，因为我们请个会计师讲给我们听就好了。对啊，这个也是一个道理哈。哎，那我的书单还会给我啊？我到时候会送我们胡行长跟 Sandra 乡里。谢谢，是，我们需要节税的哈。需要。记得杨忠斌你好。你好，发言人好。好，乡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台湾大学经济系啊，学霸，人力银行的发言人啊，知名人哈，欢迎5位专家，谢谢。接下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气质美女主播周瑜如主播，你好。大家好。台湾经济研究所吴孟道所长，你好。所长好。那今天谈的都跟经济有关系啊，马上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存款争夺赛呢，我们呢因为过去答对一题是2000，但是由于我们节目收视率非常稳定，观众朋友反应非常热烈，所以我们的行长一时高兴的把行库的5万提升到6万块，各位回头看。谢谢行长加码。谢谢行长。尽量领啊！以前答对一题2000，现在答对一题是3000，但第1回合我们只进行2轮呐。是的，2题。那2大题结束之后，万一他们因为智商不足啊，存款没领完怎么办呢？就延伸到下一个单元叫赢者全拿。是的，这个钱我们不会自己退回来了。对，行长大方哎，应该送给大家。好，然后抢答之后要轮流作答。好，这一题呢由周瑜如主播来举，圈或差了，来，乡里请出题。年轻人想当躺平族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这个通膨的社会超难存钱。请问，根据网络大数据的统计，10大存不了钱的理由有哪些？您犯规了，我还没想清想答。哎，来，请抢答。志源，不知道怎么投资理财。答对了。哎，请加3000。吴硕宇，租金太贵。租房子太贵了，租金太贵，对或错？答对了，请加3000。可是现在不是有社会住宅吗？可是社会住宅不是每个人都能申请，抽签对吧？对，抽签，而且那个租房子本身是租房子很贵。我上次去抽就没抽中。你抽干嘛？你还好意思抽？财富条款应该是不能抽到。杨东，那个薪水太低，存不了钱。没错。来，请加3000。好，嘉玲。应该是因为根本房子太贵，买不了房，所以就干脆不存钱了。没错。啊，请加3000。房价太高有。陈瑞珠。好，消费太多，太爱请客，交友广泛，爱热闹，吃喝玩乐啦。来，对或错？答对。有。请加3000。哇，这月光族嘛，对不对？对啊。有多少花多少的。志远，坚持一定要月出国。坚持月出国。对或错？算答对，但没有到每个月出国那么多。他那公司就受不了了吧？你又请假了，每个月请假5天。没朋友。对，来，请加3000。来，若云。找确信舒适圈，大家都这样子，然后不太需要努力，环境好像已经没有。不用赚太多，或是存太多钱，也可以过得很好。安于现状。安于现状不存钱了，对或错？不对。不对。重复了。没有在前10里面。好。东斌。那个贷款的负担太多，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刚毕业就有学贷。那有的可能还有车贷这样子。还付学贷。学贷。又想买一部车这样啊？对对。哎，对或错？没错。好的。来，请加3000。嘉玲。诱惑太多，因为可能随便打开手机，然后就被推到一些广告啊，然后你可能就下单就买。太爱购物啦，就买东买西买，对不对？来，对或错？没错。好的。来，请加3000。喜欢网络购物。刚刚旁边讲完。所以不好讲啊，10大不好讲啊。对。
只剩2个答案哦。好，请打叉。还有2个哦，因为你们提36000，还有6000，就2个答案嘛。继续。存不了钱，因为存款利率太低。就是存钱利率太低，对或错？没错，有的。请加3000。东兵，最后一个。因为年轻人通常都有一个坏习惯，就是觉得现在很年轻，所以怕看到爸爸妈妈的状况，就是说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哦，不能跟爸爸们一样这么辛苦，一直为了房子工作，这样就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有多少要花多少，当月光族。又不像我们这一代三明治，上要照顾大，对，下要照顾小，想的比较远。哎，对或错？没错。来，请加3000。对，现在推新青安之后，有没有比较进步了？新青安啊，新青安就让你可以房子都还利息就好，不用还本金啊，压力比较低。就房子会更多人买啊。对，所以最近很多人就因为这样房价又上去一波。那不是政府要打房吗？打得越打越高了。但是又要鼓励年轻人哦，就是房价要打，这税制很高嘛。对。但是要让年轻人居住正义嘛，买得起房，所以给你低利率、宽限期多一点。对啊，我说新青安推出之后，会不会让那些学生、那些年轻一辈说，那我就不要这么积极去买演唱会，我把钱存起来去买房子？我觉得会，但是新青安会有一些排外条款，就是说你身上必须没有房子。对，没错。所以那些打房投资客，如果他身上很多房子的，像我们的行长，可能就不适用于新青安哦。听说很多找这个人头来。炒房子超多的，新闻很多在讲啊。对，你是说我小孩吗？你小孩是可以的，他本来就可以，他没有房子啊。对。好，接下来进行第2题，是由我们吴梦道所长来举圈或叉啦。来，请出题。金融圈像个动物园，比方说股市大涨，我们会称为牛市。那请问金融圈内跟动物有关的术语还有哪些呢？我还没有讲哦，请抢钱，抢钱哦，讲错了哦，请抢答，你不能再打了，洪志远你不能再按了，胡硕宇你也不能按，来，请抢答。好，嘉玲，熊市，熊市，来对或错？答对。好，请加3000。陈瑞珠来。黑天鹅。黑天鹅对或错？没有错。哦，那风暴来了，请加3000。黑天鹅能不能稍微做解释一下？黑天鹅就是指当我们有一个股市的不确定可能的风暴就要来的话，我们就会讲说，黑天鹅可能就在前面，那我们就要注意股市的一个可能会崩啊，或者现在已经涨到历史高点，大家也会担心这个问题了。现在的黑天鹅可能会比较趋向于，比如说央行要不要降息啊，就会左右股市的脉动要涨要跌。那当然现在因为科技股 AI 的关系，所有的相关都停不了，停不了，而且还有游资泛滥，只能往股市。美国说要降息，现在好像你看美金越来越高了，对，一直都没有。是啊，不要再骗我们了，好不好？哎，志远，灰犀牛，灰犀牛对或错？答对。来，请加3000。这个灰犀牛如果讲解会不会影响后面的答案？不会啊。那要不要讲一下 ？OK， 基本上灰犀牛是相对黑天鹅的概念。那黑天鹅去过去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澳洲曾经大概基本上土种都是白天鹅，所以没人看到黑天鹅。突然黑天鹅冒出来的时候，大家很吓大了，因为怎么会有这种动物？是不是天有异象，准备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他在描述股市上面就是有一些比较小几率发生的这种事情，但是它发生的时候冲击就会很大。这个黑天鹅大概这样干，但问题是你发现很多人都在讲黑天鹅的时候，你很难猜测啊，它发生的几率你根本预测不到啊。所以现在大家很多人就因为这种概念不好发现，所以有另外一个作者就提出一种叫灰犀牛的概念。那灰犀牛概念就是比如说像刚才瑞珠姐讲的，像央行这样的一个不定时的这种利率，可能什么时候大家要调降，大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你准备要调了。这种其实就像是这种灰犀牛已经存在的事实，但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就是比如说好了，我们都会去健检，年纪大都会健检，那你明明健检就一堆红色的数字出来，但你稍微像行长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健检一堆数字，但是我很忙啊，我每天要录影，我怎么没事啊？就把它放在旁边。这种类似这种已经发现的事实，而且它基本很大概率存在的，这种就叫灰犀牛。灰犀牛，来，胡硕宇 ，Unicorn 独角兽。独角兽对或错？答对。来，请加3000。那你要不要来讲
我刚刚看这边有个 X 对不对？对就是我管理一档创投基金，就叫未来科技。嗯，那我们就专门在投一些未上市柜的这个上市股票。上柜的股票。那新创公司这种只要 valuation 就是估值啊，它的价值超过1 billion US dollar，就是10亿美金的价值的，还没上市柜哦，就叫做独角兽。哦，这是人很大笔。对，它的价值很高，可能它还没上市柜，也还在亏钱，但是大家愿意投资它很多钱。对，看好未来了。看好未来，对10亿美金很多了呢，10亿美金300多亿。台湾没有几家啊。对，来杨宗明，股市秃鹰，股市秃鹰啊，秃鹰我知道。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剪完就走了哈。是这个意思啊？秃鹰啊，秃鹰部队来围剿啊，吃那个碎肉啊。哦。对。来，接好下来写实哦，嘉玲。鹰派，老鹰的鹰。鹰派，主张升息的啦。就鹰派。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那下一个该不会就很容易了吧？来，请来接龙来。好，跟风猴。哦，跟风猴。跟风猴子啊。猴跟风猴，对我错。答错。没有。有。没有跟，一般是讲跟风羊。我讲错了。对，所以我要讲跟风，我口误。我已经送你一个比较简单的答案。刚刚你不去捡他的，你为什么不捡他的答案呢？不捡一个另外一个。没有，我真的要讲跟风羊，我口误，我真的。那没办法，节目就这样了，错了要小心哦，回答要小心哦啊！你不要什么回答烤乳鸽，这样就不行了。烤乳鸽。来，志源，那我就要捡那个了，鸽派。对，和平的嘛，讲降息这个鸽派。对吧？我讲烤乳鸽啊，对不起，我想讲鸽派，讲错，讲到烤乳鸽了。也看太多了。对不错，可以 NG。来，请加3000。吴淑云，我可以这么机车讲那个他刚才的错的吗？但刚才已经讲出来了。好，那我讲那个《华尔街之狼》。啊，那不是电影吗？对，里奥纳多演的。对啊，《华尔街之狼》对我说。答对。哎呀，我听不懂那个电影《华尔街之狼》是真有这个名称哦？真的有这个片名是这样子写啦。对啊，那就是每天。对，那它的概念就是说，像狼就是很奸诈狡猾嘛。对。所以它有点类似电影在讲，就是证券的股市的诈欺行为，欺骗的行为。请加3000。东明。因为刚刚我看到独角兽，那天使基金不知道可不可以？天使不是动物哎。动物，你天使不是动物他以为是基金鸡啊。你好好动，天使狗狗给鸡。不知道为什么讲天使了。来。好，请打叉。好的，回到嘉玲。还有2个。金融巨鳄。鳄鱼，对，金融巨鳄，来对我说，答对。来，请加3000。这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猛哦。巨鳄不是通常在讲那个索罗斯啦，对，不是不好的啦。哦，不是不好的，就是很有钱，可以掌控股票市场那种。懂。巨鳄嘛。一般来讲，确实金融巨鳄是比较负面的形象。简单来讲，确实，但是瓜哥也讲对了，因为他确实有这种呼风唤雨、掌握股市，所以大部分很多人来讲到这个，都会提到像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或者是一些比较容易去放空股市的人。早期30-40年台湾的股市不就是那几些人在操控吗？是没错。让它怎么样跌就涨，他联合几家企业就，今天坐在那边抽烟喝酒就，那我们明天就炒这只好了。对，那只就炒起来。但他们也要真的有能力，对，所以跟那个华尔街之狼是比较不一样，这个是骗的，然后那个是比较骗的，他是真的有钱，有一点实力，团结去炒这个股票。哦，懂了。好，还有一个3000块红字眼，朱氏。不是，我不能讲。你打叉了，朱氏，对。第一，对，朱氏对或错？答对。好，请加3000。朱氏又是什么意思？相对来讲，就是一种比较沉闷的，或者是基本上这一边市场里面充斥的一堆就是比较愚昧，然后就是不懂行情的人，所以他变成很容易被，就是被割韭菜，对，就变韭菜了。有时间去菜。当你来讲，不是说蔡奇啊、妈都在讲股票的时候，大家都买什么开计程车的也在讲的时候，对啊，各行各业都热情在讲的时候，他们就属于猪市了。
对不对？诸事就不顺了嘛。诸事就不顺。那我们先宣布他，我们先让还有要补充的，先补充一下。对，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忽略了其实很有名的投资的一个术语啦。不过 anyway 啦，我觉得因为大家在描述这个术语的时候，可能大家忽略，就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因为我们在讲的是术语，虽然这比较长啊，比较短，但是这其实对投资来讲。就是相对来讲，我说术语其实可以不用理那么多，重点还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投资的逻辑、投资的角度是什么，那个才真的能够让你获利，那才是重点。来，我们宣布他们的奖金。好，嘉玲15000，瑞珠6000，智源18000，硕宇9000，松彬12000。是，来我们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我们请乡里来讲这个赢者全拿的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呢，此轮就淘汰。那每一轮呢，最后留下来那一位可以把当时账户里面累积的金额全部灌给自己。是的，总共进行第3轮了哈。第1轮请出题。股市里的热门用语“割韭菜”指的是那些被股市大户欺压的散户。请问为什么用韭菜来形容 ？A. 韭菜生生不息 ；B. 绿色代表股市下跌。请作答，好惨。绿色代表股市下跌是没错啦，绿的是代表股市，但是这是用在这里吗？你说？对，韭菜啊，然后他就买了之后就跌下去，很惨啊。对，那为什么要一直割韭菜？好像是生生不息，怀疑自己了。好像是，应该是形容韭菜因为长得快嘛。我看到这个字，这个是菜，好像就绿色的。绿柱还一直看呢，绿色当然代表股市下跌。是啊，这个在台湾股市是绿色是下跌，其实可是在美股其实绿色是反而是上升的。那割韭菜嘛，就是所以应该讲起来就不代表绿色的问题嘛，不代表绿色或蓝色、红色这个问题。那是台湾的俚语嘛，民情风俗不一样嘛。所以你应该选 A 啊，好勉强，对不对？来，嘉玲。我想的其实就是因为绿色其实在国外反而是涨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应该是跟颜色无关。应该韭菜是个形容词嘛，就韭菜一割完马上又长了，割完长了，哇，那真的长那么快还不割，对，就跟草一样，欠割这样，欠割，马铃薯欠炸一样啊，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形容是这样嘛？就常常讲说，哎，哇，股票都涨了3万多点，大家都赚了很，那谁来赔？韭菜们，一定有人赔你才有的赚嘛，永远都有韭菜。对，是这个意思。但是韭菜什么时候产生不知道嘛？会一直涨。对，因为他也认为他是涨的，他不是韭菜。突然有一天困在上面，他才发现，哇，原来我是韭菜。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韭菜生生不息。韭菜呢是非常坚韧的，你拿刀切断它的菜叶之后，过不久又会长出来。这就很像在股市中被压榨的底层人民那些散户啊。也就是说呢，散户一直被割韭菜，但过一阵子有什么关系？又会有新的散户一直加入。就像美国人在这边买股票，买完之后他又换外资流出去，他就是割韭菜，割完又回去嘛。等到差不多又回来割了嘛，一直重复啊。外资买多少，外资卖多少，每天不是在上演这个事吗？生生不息的散户，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本事，换我们去割外资啊，对不对？2位请休息一下，稍作休息。来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想钱想疯了？请问历史上俄罗斯曾经收过哪一种税 ？A. 胡子税 B. 刑房税。请作答。应该要选胡子税哦，因为刑房我也看不到你到底有没有刑房啊。对啊，刑房还那我怎么课税？只要有可能就有啊，因为这个觉得性这个产业是每个国家都会有的。哦，性产业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胡子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们看错，我们以为刑房税是夫妻啊。它这个刑房包括你可能是性产业啊，性产业对。通常收税都让政府想钱想疯了，就会想出一些很特别的税，所以我是这样想。
杨宗斌胡子税呢？没有，只是单纯好像回忆以前国中、高中看那个历史课本上面，俄罗斯人好像都会胡子很长这样子，就是单纯是这个想法这样子。哦，所以收胡子税会比较光怪离啦，不然的话你刑房税比较正常。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胡子税。那受到宗教跟蒙古统治的影响呢，其实留胡子啊是俄罗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17世纪啊，彼得大帝他想要仿效欧洲的各种文化制度，觉得那才是比较先进的，他想要带俄罗斯走向现代。那当时的欧洲呢，认为留胡子是野蛮的象征，所以彼得大帝要怎么转换人民不要留胡子呢？他开始科胡子税。你只要留，我就给你征税。那我不要缴税就把它割掉，所以就去掉这个胡子，用这个方式来改变人民的这个习惯。是刑房税的，请到旁边休息。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亚洲国家储蓄率普遍比欧美国家高，但储蓄率世界第一的国家却是爱尔兰。请问他们为什么存钱 ？A. 遇上金融危机 ；B. 国家政策鼓励。请作答。有一个专家，一个常常播财经新闻，两个意见相左，也代表这一回合要分胜负了啊！我没有播过这个新闻啦，但是我在猜说，就是你如果说要让我乖乖去存钱的话，你可能利息会给我很高，所以也许是国家的政策是会给高利息之类的，才会让我乖乖去存钱。所以我选 B。遇上金融危机。单纯只是觉得那个2008年、2019年的时候，可能金融海啸，欧洲那边可能还蛮严重的这样子。那至于有没有爱尔兰，我就没有那么的钻研这样子。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遇上金融危机。根据 CEIC 总体经济资料库的统计啊，爱尔兰的储蓄率2022年飙高到68%。那真的是因为2008年金融危机中呢，爱尔兰受到重创，然后它呢成为需要纾困的欧元国，所以它的政府啊当然不希望这样子嘛，所以它开始宣布要执行预算准结计划。那人民呢也从那个时候开始重视储蓄啦，那他们的消费就转向保守了。那2019年开始新冠疫情。那爱尔兰因为医疗啊跟制药产业，加上那时候封城，所以没什么事做的时候就来存钱吧，所以导致他们成为储蓄率最高的国家。那加1000，这个6000块呢，请输入杨宗斌的账户，其他请回来。是，接下来进行第2轮了。第一题，请出题。买房子时，附近一些设施或店家会被视为嫌恶设施。请问，根据统计，最让人讨厌的嫌恶设施是什么 ？A. 夜市 B. 基地台。请作答。只有一个人选择夜市。冯志远，你觉得夜市是让人嫌恶？觉得太吵了，让我想到师大夜市。可是很好吃的，又方便。对，是没错，很方便。但是如果对买房子的人来讲，我觉得，真的，我不希望我的房子这么吵。那选择基地台可能会怕有辐射的问题啊。瑞珠来。对，因为题目说是最让人讨厌，如果2个相较之下，可能我认为会比较讨厌基地台，因为就是也会妨碍健康。尤其我们的高楼，如果你前面的屋突就是很多那个。基地台的话，后来我们电信公司不是说这个不会危害人的身体？他当然是这样讲吧，但是我们总是会觉得怪怪的。可是我们又觉得覆盖率不低，覆盖率又收不到，又很麻烦，对不对？你看你去中南部有时候录影根本收不到讯号。没错。来，这个胡硕云呢？刚刚听他讲蛮有道理，但是夜市附近很多，我们新义计划区旁边还有大安附近都有很多夜市啊。所以其实好像跟这个应该没有大，反而房价会变高吧，更便利。那基地台最主要是健康问题，可以直播。正确答案是 B 基地台。
包括基地台啊、变电所啊、高压电塔，其实是嫌恶设施网络声量第1名，大家最在意的。那为什么排斥呢？因为就是健康的关系，大家会觉得有潜在的电磁波的疑虑哦，有可能会你身体会病变呐，或是罹患癌症呐。那至于刚刚说的夜市呢，它跟市场跟菜市场放在同一个，那同属于第9名，让人讨厌的。很多人觉得会很脏很吵，然后可能还会有味道。但是有个很有趣的哦，你看新北市的一些房屋的市场分析啊，发现新北市的新建案跟知名夜市之间呢，其实没有绝对的关系，反而呢离夜市越近的房价越高哦。好，请到旁边休息，加4000。接下来一题，请出题。帽子戏法常只在足球比赛中一人独得3分，请问一开始拿到帽子戏法的头衔可以获得什么 ？A. 一顶帽子 B. 马戏团门票3张。请作答。你作答。好，2个人选 A， 2个人选 B。嘉玲，你选择的是马戏团门票3张。因为我记得好像帽子戏法的由来一开始就是从马戏团开始的，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跟马戏团门票有关。瑞珠呢？这是足球比赛里面，我认为这就是一种荣誉，就像我们打高尔夫球，你就可以穿上绿夹克一样，是一种荣誉，对，所以拿到一顶帽子代表荣誉。正确答案是。一顶帽子，没错，帽子戏法叫做 hat trick。这个词呢是来自于马戏团的杂技演员，同时呢玩3顶帽子。后来呢才延伸到体育比赛里面，指的是你一场赛事中连续立功3次。那像英国呢，以前板球比赛啊，如果投球员连续3球击中3柱门的横木，导致那个打击者出局，这种情况其实很少见，所以裁判会颁给这个投球员呢一顶帽子，象征荣誉感。来，2位请坐。再加2000、6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募资平台是实现创意的好地方，请问最早的群众募资产品是什么 ？A. 自由女神像的基座 B. 教堂的耶稣像。请作答。好。这组他帮我们蛮省时间的哈。对呀。第2轮就马上胜负了哈。来，胡淑颖，募资平台就是新创嘛，那要比较有创意的话，感觉自由女神像象征的自由新创，创意无限，自由，对，这个感觉比较符合他们募资的一个概念。瑞柱，那我认为在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有所谓的11奉献，可是，在推到前面，我们讲说有这个。玛利亚高抹耶稣那时候开始，那我的意思说，像我们在教堂就是会有奉献，那奉献要建堂嘛，然后那我认为11奉献也是募资的一部分，然后当然就是要让教堂各方面设备，还有让大家来这边崇拜的时候，更好的环境。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自由女神像的基座，自由女神像呢是法国送给美国的礼物哦，但是它整个基座修建起来要33万美金的资金，那个时候呢，当时33万就很大啦。对，而且特别是因为美国那时候根本是经济衰退的时候，拿不出这33万美金嘛，所以当时的《纽约世界报》的出版商普利兹发起了最早的群众募资，要集资10万美元来帮忙。那他邀请各位纽约市民都出一点点钱，而且呢 ，promise 说我会把你们捐款人的名字都印到报纸上，不管你们捐了多少，我都愿意印。那这样子呢，顺利的募资到这笔钱，然后才终于让自由女神像站稳脚跟。他这一招蛮狠的，我会把你名字登上去哦。胡瓜捐5毛，谁会捐5毛？不会写出钱吧？所以大家拼命捐啊，与有荣焉啊！对，卖家卖血卖金都要把它捐。而且这样还可以报纸也卖得很好，还可以节税哦，捐赠可以节税。以前没有了，以前没有。来，再加1000。7000块，请输入胡硕云的账户。硕云追上来了，请回来，各位请回来。第3轮，决战轮，最后一轮决战轮了，你们还不见得能知道谁是冠军哦。现在，嗯。接下来一题，请出题。
近期日币大贬值，大家纷纷趁好时机到日本旅游。请问日币贬值对日本国人造成什么影响 ？A. 出国欲望降低 ；B. 出口货品减少。请作答。为什么你选？不是你我选 B 哦。对啊。为什么出口货物减少？日币贬值嘛，那你出口是拿美金啊，那美金比较好像拿美金比较大我讲颠倒是进口。他是专家吗？进口货。等一下，今天是财经。等一下，他刚刚还送了我一本书，要不要丢掉？我会退一步啊，他们我好像讲颠倒了。国家货币贬值对出口有利的，然后对进口是不利。不管有没有利，大家不会出国啊。你货币都这么便宜，我到国外都变贵了，我去，对不对？对。我这什么想出国？蛮惊讶的。对。为什么日本大家想去？就便宜呀，就这么简单道理，对不对，嘉玲？其实这最近的新闻很大，因为对于日本来讲，日币就是贬值了，所以钱就是变大了，变成说他们其实就变穷了嘛，这就变成说他们其实就很少出国，然后甚至像一些欧洲的原本一些旅游景点，他们都会有一些就是日文的导览手册，但是因为现在都没有日本人去了，所以他们就干脆把这个手册收起来都不卖了。不是啊，因为他出国变很贵嘛，他的钱变这么低，对不对？对啊，国内玩一玩就算了。对啊，1万美金对161万呢，对台币可以直接除以5了。对，已经可以直接除以5了，以前都除以4。对，现在除以5了。哇，是不是？所以我们当然就到日本当大爷嘛。一定要这样走，是不是？要讲日文呢。巴嘎鲁。游戏。到旁边休息一下。还没公布呢，直接判他错了吗？请公布正确解答。我自己过去，我自己下去。出口欲望降低，他自己都走下去，他不看答案他也走下去。因为日币贬值嘛，我要换外币要花比较多钱，那日本觉得出国到哪里玩都好贵哦，自然就不想出国了。而刚刚的瑞珠姐讲的没错，日币计价的出口货品呢，因为用外币来购买便宜很多，导致它的出口货品其实是增加的。对我们台湾很多民宿啊，不要再那么贵了。现在留在国内旅游，还比到出国还贵。对啊，你从到垦丁到南投到哪里去都贵的。大家以前疫情没办法，大家只能忍辱偷生。没有这样说，台湾也很好玩。不是，但是价钱要稍微便宜一点。对，我一个住宿几万块，对不对？你还不如出国去玩呢。不，台湾有时真的不能太贵了，就是还请加4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最早正式发行的纸币是源自北宋的交子，请问交子最一开始的用途是什么 ？A. 存款凭证 B. 商业支票。请作答。好，4个同一样都选商业支票。来，志源来讲。我记得北宋好像很多这个所谓的这种交易，那交子我觉得应该跟交通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跟商业应该是属于商业的一种支票。对，你看古装剧几乎都给银票嘛，对不对？对，他们不会带这种太重了。对，比现在要逃还方便。对，所以以前中国这个方面是还蛮厉害的。对啊，哇，纸票银票就卷在这边可以跑了。对，你能带3000两。对啊，5000两，你带黄金，没带多少就沉了，就沉船了嘛。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存款凭证。其实呢，北宋发行的交子呢，最早是拿来当存款凭证的。为什么？因为携带铁钱很不方便所以用交子来取代铁钱。后来呢，许多商人开始联合成立发行跟兑换交子的交子铺，那才让交子成为中国以及世界最早的货币。来，大家都很帮你忙，你只要做一下而已啊。这4000块，各位没办法，这因为是第3轮了嘛，是，所以4000块就没办法了，就变成缴回国库了。是的，所以来宣布他们现在3轮比完赛之后的奖金。好的，嘉玲15000，瑞珠6000，志源18000，硕云16000，宗斌18000。那有2个18000怎么办呢？我们曾经有过先例，2个人都来解题，好不好？我们出的题目多一题而已嘛，好不好？难一点吗？来，恭喜志源，恭喜宗斌，进行我们最终决战 Battle ATM。
今天很难得呢，两个都是冠军啊，对，奖金也都18000，但是按照我们节目惯例，两个都有机会答题。哦，那我们这个一个是中兵，一个志远，你们两个协商了，谁要先来答？我们刚刚猜拳过，那你们要选题哦，哈，好，你选完之后你先答，你先后退哦，好不好？都是18000，那卡先给你，好，那你先插进去。金库，请打开，里面有你的钱了哈，18000。对，来两个仪式请出。两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63画股市起落，或是总笔画46画华尔街之狼。你要选哪一个啊？股市起落。股市起落了，为什么？股市起落变化比较大嘛。对。对啊，而且波涛汹涌，忽高忽低。忽高忽低可能没到63画。63画哦。跌宕起伏，对不对？哇，读书人呢？对，那我们就不用去猜华尔街之狼，因为反正留给别人了嘛。对。确定了哈，63画可以改吗？不是，你可以选别的，你先选的嘛。好吧，那就华尔街之狼好了。你就改华尔街之狼。你又改华尔街之狼？对。华尔街之狼令人羡慕。为什么羡慕？不是啊，他花每天对做完股市之后赚钱，每天晚上还可以喝酒，叫那么多 party 对。那另外一位，你就中兵，你就选股市起落，没得选哦，对，好不好？你先想好有哪4个字的成语了哈。来，请拿起笔来。我们锁定华尔街之狼，我们要请出题了，我们没办法看股市起落了，因为是2人作答了。好，你的题目是来，请出题。尔虞我诈。来，计时开始。这个不好写。笔画。鱼，先清楚。好像还不错呢哈。笔画。我，这个简单了我。诈，来清楚。OK 呢。字也来。确定。停。几秒？36，也就是答错的话有24，答对就直接颁奖了。尔虞我诈，密码14120712。对或错？错，你还有24秒，看哪个字，我们不会提示你啊。来，计时24秒，开始。用按的。停，就改这2个字嘛哈。是。改完的时间也没有了哈。还有4秒哦，没了。没有了，它秒数没有了。14120712，对或错？错了。好，到底是哪个字错呢？来看正确解答，是没错。13。你的笔画算错了，差一点。18000飞了。不过你选这个字啊是比较，但是这样没关系，你就旁边看看。好，你是帮他还是害他害你自己？哪一个比较简单？你刚刚本来选那个嘛，63画的。来，你先到旁边来。他帮你选了63画，是帮你呢。不过尔虞我诈，你会写吗？会。你会算错吗？不晓得。不晓得。所以他是朋友还是害你都不知道。不晓得是不是？来，笔拿起来。股市起落一出题，我说计时开始，一模一样的了啊。好，来，股市起落，请出题，挑战18000。瞬息万变啊，朋友嘛，来计时1分钟，开始。笔画很多，笔画多，但不难写。好，题清楚，清楚。题。好哇，清楚。笔画多，但字没有难啊。是那个变笔画多。对。
啊，你要按。好，变。这个字都很难，这个难写的。剩最后10秒了哦，也就是他只有1次机会了。停，他刚好压秒，1分钟，也就是这是对的就对了，不对的就再见了。瞬息万变密码18111223，对或错。啊，到底错了哪个字呢？这是对的，请公布正确解答。啊，3个哦。他字是没写错，是笔画算错。没错。王志远良，跟我们金库说拜拜。可惜啊，谢谢大家。2个都被特地闯关。好难啊。很多，因为谁这样没有时间改。可惜。有时候想想那个繁体字的美是难，可是写字为什么要算笔画呢？就写嘛。对，它还是要有一个顺序，写出工整，要不然你就会想画画。对呀，你现在算笔画，草字头以前我们就1、2、3嘛，现在改1、2、3、4，真是瞬息万变了。对，因为最主要我们写字要从部首开始，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你要先写部首嘛，然后再写主要的，所以为什么要这么顺序？现在我们国小教学会这么要求吗？就是这些字好像没有，而且要由左而右，由上而下。对，中文字都是要。以前还要写毛笔，现在大概都不用。像你以前挺要求的，你1横1竖1撇1捺，怎么做？对，永之八法嘛。对，好，谢谢大家。今天真的2位虽然没拿到奖金，但是呢，增加节目的精彩度了哈。这本书好好介绍一下啊。有钱人跟小资族都需要的节税的布局。这是中华民国万万岁，懂税才能好好睡。有。本来你今天表现那本书会卖不好，但你最后这一句加分了。对，谢谢大家今天来我们节目现场，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谢谢。好，拜拜。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